小姐好吧，又掉上一条。春喜，我能不能不结婚啊？小姐，你又在说胡话了。当初是你非要嫁入蒋家的呀，而且姑爷马上就要到了，谁知道原主那个缺心眼怎么就看上他了呢？我才穿越过来几天呢，我公府嫡女的好日子我还没过够呢。我不想嫁了，我这结婚以后的日子还没有家里面舒服呢。有没有心软的神？有没有奇迹发生？等一下，姑娘，姑娘，那蒋世子他居然带了一个外室来迎亲呢！简直是亲人太甚！什么？真的有奇迹发生啊！太好了，快去！小姐，小姐，外室在哪呢？让我瞅瞅，标不标致？这妹妹真水灵。三妹妹，在你即将嫁入蒋家之前，有件事我得跟你说清楚。你为母守孝3年，我与若棠呢情投意合，她也为我诞下良子，我亦纳她为我的外室。你即将嫁入蒋府，便先见见，免得你日后生事。此外，我亦将若棠抬为我的平妻。此话当真？太好了！小姐，你这是做什么？这人也重死了。谁的？你胡闹什么？我不就是抬个平妻而已，你至于这么激动？谁胡闹了？既然蒋世子与孙妹妹情投意合，那我岂能不成人之美呀？他将是你的新娘，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苦或喜都要同情。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我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那一个外室也是人之常情。你今日先跟我完婚，往后我会好好呵护你们俩的。再敢给我多说一句，我就把你们都轰出去。我知道你很委屈，不应该在你大婚之时提起此事。这样吧，我暂且不抬她为平妻，待我们的孩子出生之后，先认你做母，给足你当家主母的体面。你满意了吗？不是，人家孙妹妹给你生了俩儿子了，还抬什么平妻呀？直接正气不好吗？再说了，谁要当主母啊？谁有你体面啊？正好，今天呢，你们回去完婚，然后呢，我们俩的婚姻就此作罢。这些，来，拿着。吴梦浅，你疯了吧？你19岁了，除了我蒋渊，还有谁愿意娶你？姐姐，你就别耍性子了。若是蒋武两家因我坏了这门婚事，那我不就成蒋家的罪人了？姐姐，你就跟夫君回去吧。跟你们两个说不清楚，懒得再说。我还没答应退婚呢。天天，等你。哎，我懒得跟你掰扯这些。贺叔，送客。梦翔，不走的，全部给我乱棍打死！动手！是。吴梦浅，你今日退婚之举，就不怕损坏吴府名声吗？哎呀，那成就一桩美事嘛，这点名声算什么？你和孙妹妹一定幸福啊！你们都愣着干什么？接着奏乐，接着舞啊！太好了，小姐。逆子，跪下！跪下！大婚之日，你将外室抬出，是何居心？老爷，渊儿也是想趁着大婚的名义，让那武家丫头低头。我娘说的没错，我本就与若棠情投意合。你情投意合，是你的儿女情长重要，还是蒋家三皇子数十年的谋划重要？我们不能失去
武国公府这个助力。然而，你与那武梦田素来交好，快去劝劝，务必让他打消退婚的念头。小姐，小姐快看，有大鱼！何叔，钓得好，以后你别钓了。小姐，三王子妃送来拜帖，邀您龙渊寺一叙。他不在蒋家吃席，叫我干什么？难道我比大西还小？小姐，蒋家把持互补，在朝中势力大，倒是也不能就这么跟他撕破脸皮。若是可以让三皇子妃从中调解，说不定能帮我顺利退婚。走，去龙渊寺。甜甜，3年前你失去记忆，怎么也没能让你变得沉稳些。这结亲是结两性之好，岂能随意退婚？谁随意退婚了？我把正妻的位置让出来，蒋国公府就能让苏妹妹上位，他们不应该谢谢我吗？我知道你是耍小性子，故意这么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蒋家是不会让一个外室做正妻的。男人本来就朝三暮四，我们女子大度些，这就是我们做女子的命运。谁耍小性子了？那你不给人家正妻，当初招惹人家干啥？还有，我是真的不喜欢蒋渊，不知道3年前是怎么看上他的。你已经19岁了，退了蒋家这门亲，就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夫家。你父兄远在边境，朝廷需要人打点，你也需要人照顾。甜甜，认命吧。我不要，我才不要嫁给蒋渊那个渣男，在蒋国公府的日子，那就在武国公府舒坦。我不管，要是蒋家坚决不退婚，那就别怪我来阴的。甜甜，该劝的我已经都劝了，你可别做傻事。怎么能让蒋家同意退婚呢？要不然我也养个外室，这样我也可以。这好有一个嘛！南境已定，他父兄无需分兵征讨；北境已立，他父兄也无需连日征战。今日他大婚，红尘与我已无牵挂。弟子萧云前来赴约，请住持为我剃度。施主，您尘缘未了，还不宜剃度。太子殿下，老奴都说了，这天底下怕是没人敢给您剃度的。住持，你之前可答应过我，只要我通过考验，放下过往凡尘，你便可以给我剃度。出家人不打诳语，你莫非要出尔反尔？我也没想过你那么快就能平定南蛮，稳固北境啊！再说了，你要真放下了过往凡尘，用得着特意选人家大婚之日来剃度？别剃！这位公子啊，你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吗？男子汉大丈夫嘛，别遇到一点小事情就想着要剃度，逃避事实，此番作为岂不是辜负了家中的妻妾？是他。是他，3年前那场祸事，当真让他失忆到认不出我了。今日他不是大婚，来此作甚？我从未与任何女子有过瓜葛，何来妻妾？但你这嫁衣……哎呀，这位公子啊，我观你气度不凡，容貌甚佳，却已看破红尘，不如先渡我一场，了却尘冤，再赴空门。至于我这嫁衣，我那未婚夫想要抬他的外室做嫔妻，我心善呀，我便把外室妹妹直接定她为正妻。我退婚，结果
他们反而不同意，你说是不是怪哉？抬外室做平妻，怎会如此荒谬？你这还怪好的嘞！我决定了，主持50贯香火钱，能否借你这弟子一用？施主，老衲不理，凡尘事。懂了，来，胡姑娘有何吩咐？将这俊俏又干净的修士给我绑了，做我外室。动手！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小乖乖了。胡姑娘，真绑了他做外室，若是被蒋国公府知道了，他性命危矣。他们敢？他们这样对孙妹妹就罢了，还敢对我小乖乖动手？没门！小乖乖，你左右都是要出家的，不如先渡我一程，也算是提前给自己积攒功德了。姑娘，再不收手，你怕是会祸及全家。你是在担心我呀？你放心，他们蒋家有再大的能耐，也不敢在我武国公府的家宅里动手。大师啊，你当真要袖手旁观？施主，老衲说过，你沉冤未了啊！这烫手的山芋总算甩出去了，这殿下也真是装什么不愿意啊！我看他心里早就乐开花了。主持，晚点我就命人送50贯香火前来。你说我是不是福生无量？施主，福生无量啊！这衣服穿好吗？荒谬！这可如何是好啊？堂堂太子被人光天化日之下绑去了做外室，皇上就会拆了你这龙源寺。神童，你个老秃驴，还不快给我们松绑求人！施主莫生气，一切都是天意，人力不可挡啊！疯了，一个个都疯了！乖，你别动我，知道你眼睛大，但是你也别怪主持，你这模样俊俏又无子嗣，他自然是不敢给你剃度的，要不然你的家人岂不是会拆了他那座庙？你乖乖的跟我回府，只要事成之后，我就给你盖一座庙，到时候让你当主持。你如此谨慎，就不怕你父兄知道？你既然提到了我的父兄，那想必应该是知道他们的战功的。我们武家是开国功臣，我父兄战功赫赫，封无可封。我只是想让你帮我逼蒋家退个亲而已。即便你的家人告到御前，我也有办法全身而退。你呀，就认这个栽吧。就算是失忆，他也还是这般乖张的性子。哎呀，放心，我不吃人的。1，我不会强迫你；2，我不会虐待你；3，我不会霸王硬上弓。至少我家还有许多经书，你就当换个地方修行，这事儿你不亏。当真？那包的呀！等我们到了武国公府，我便可保证你安全无虞。到时候我再放个消息出去，我养了个外室。我就不信这个蒋渊他不退亲。那若到不了武国公府呢？怎么可能？哎，你当我武国公府的府鞭都是吃素的。话说，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告诉我你的字也行。亦或者你喜欢我叫你小乖乖？你不能这样称呼我。那我怎么称呼你啊？姑娘，蒋世子的外室带着孩子挡住了我们的马车，哭着说要见你。奴家见过五姑娘，还请五姑娘回去与世子爷完婚，放我和孩子一条生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耽误我带小乖乖回家。孙妹妹说笑了，你给蒋国公府3年生俩，他们怎么可能不给你活路呢？现在都知道是我搅了姐姐的婚事，若是你不回去完婚，那我和孩子都会成为蒋家的罪人。合着让我完婚是为了给你脱罪呀？不好意思，本姑娘不接受道德绑架，要不
你看看这马路上有没有你中意的人，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当蒋家的主母。贵卿请回吧。奴家知道姐姐对世子一片真心，容不下我这个外室。此番说的都是气话。我对蒋渊不感兴趣，你别埋汰我行吗？姐姐，你就不要跟世子爷置气了，只要您不退婚，妹妹怎么着都成。没完没了了是吧？春喜在，孩子是无辜的，给蒋世子的孩子去送把伞。是。孙妹妹，我心善，想着让你趁着节日嫁给蒋渊做正妻，可你却在这里胡乱侧翼我的为人，你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不想嫁给蒋渊，更不想这么早就嫁人，所以我要和蒋渊退亲之话，并不是一时之间的气话，而你却带着孩子跪着拦着我武家的马车，到底是何居心？对啊，人家五姑娘行事光明磊落，她一个外室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五姑娘都这样帮她了，还不满足？跪在这儿想干啥？怎么会这样？本想着让武梦田大发雷霆，当众出丑，这样她就算嫁进蒋家也不受待见，我也就能顺势上位。她为何能如此淡定？我与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忙着回家听曲儿，没工夫搭理你。你且回吧，见过求财求名的，还没见过给自己求绿帽子的。姐姐，你还在生气对不对？若是您今日不回去完婚，我便在此长跪不起。我若是有心怪你，我便派人打杀了你们母子。他蒋家继蒋渊，又能奈我何？再敢有人拦马车，直接撞过去便是。是。哼。快！吴梦田的车里有男人。姑娘，蒋世子带人来了。烦死了，没完没了了是吧？他们蒋国公府的人是属牛皮糖的吗？小乖乖，你别怕，你等会儿不许出声啊！不用这么逼着他们，其实我乃……闭嘴！蒋家的人要是发现了，那我们计划就泡汤了，你就死定了。没事吧？没事吧，若棠？他也没有为难你，你怎么这么傻，要在街上拦车？奴家只是不想你因为我和姐姐产生嫌隙。蒋世子，你可算是来了，快把你的孙妹妹接回去吧。她可是跪在这里演了好一出苦肉计呀！你还让若棠给你跪了，你果真吃醋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做这种事情，你先是在大街上闹，又是在大婚上闹，真是丢尽了我蒋国公府的脸面啊！对，你蒋渊是谁啊？这天下的女子都为了你争风吃醋的，真的不理解你为什么……你这外甥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敬业了？你跟他有过节啊？别说，近于克制的少年主动先吻，还这般克制，倒也别有一番风韵。武士，你在里面磨磨蹭蹭干啥？赶快出来！让我下车干嘛？请我去蒋家吃席啊？武士，你有完没完了？京中哪个女子能像你这般善妒？你还未嫁入蒋家，就对外室这般，等你嫁进来还了得？世子爷不必为了我和五姑娘斗气。蒋渊，我郑重的说一遍，我对当主母没兴趣，我也根本就不想要进你们蒋家。你和孙妹妹才是郎才女貌，她更适合当你们蒋家的主母。你就是看若棠出身低微，当不了蒋家主母，你才这样讲。你果真虚伪。
你才虚伪，你全家都虚伪！你明知道不能给人家正妻的身份，你要招惹他干什么？你这个人，你就是馋他的身子，你真下贱！我呸！你，世子爷，奴家只要能常伴世子左右就满足了，有没有身份，奴家不在乎，真的。不是，你去问问满京城的名门贵族，谁不是好几房妾室？我就若堂一个人，给你留了充足的敬重，你少在这不知好歹。好一个敬重！既然蒋世子又要照顾柔柔的外室，又要照顾年幼的子嗣，那便无暇照顾我了。我也应该去找个外室，替蒋世子分担一样。梦想回府，谁敢拦路，直接把车撞过去！劳烦蒋世子命人让一让，你带的护卫不是我武国公府护卫的对手，我要伤了你的颜面。世子爷，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他那番话，还有他那些护卫，那也太不把你放在眼里了吧？我今日抬你为平妻，确实让他受了点委屈。本世子让他一分又如何？善妒的女人是蠢男人宠出来的，不善妒的女人才是聪明男人调教出来的。哼！武梦田要是就这么当了蒋家主母，那我日后在蒋家还怎么立足？不行，我一定不能让他得逞。哼！世子爷，姐姐从小就肆意妄为，方才她说要找个外室替世子分担一二是什么意思？世子爷，我方才似乎瞧见了姐姐马车里有一个男子，他到底藏了什么人？从头到尾都不敢下车露面，莫非他也在马车上？武梦田，他怎么敢？来人，给我速速拦住武国公府的马车！武梦田，你这个蠢货，竟然玩得这么花！这下你是真的进不了蒋家了。若是失去了蒋家世子妃的头衔，我看你还怎么嘚瑟！停！姑娘，蒋世子的马车追过来了，来者不善。难不成他发现了我马车上金屋藏娇？梦想，你给我开足马力，不准让他们追上来！街上人多，要不摇人？还没摇人，包的。好，今日我就不惜一切代价，要护送我的小乖乖安全回府。走。皇上，方才武国公府的赵仁信号弹在城东显现。大婚之日被逼的赵仁，这丫头是又惹祸了。子苏，你带着皇家护卫去看看，切莫让人伤了那丫头。是。你一个人面对蒋家的背信弃义，本就独木难支，竟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护着我。你放心，既然我选择了你，我就一定会对你负责的。本武国公府的府兵都不是吃素的。哼！你当真忘了我？你说什么？没什么。他定是忘了我。他向来不愿与皇室有过多牵扯，每每都对我避之不及，又怎敢招惹我？罢了，他想招惹就招吧。事情闹大了，有本宫这个太子给他冲着。世子爷，武姑娘她招人了，武家府兵恐怖如斯，我们继续追肯定不是对手，要不要也招人？蠢货，他发疯招人，已经闹出那么大动静，我们也招人，你是想让两大国公府兵招兵买马当街对砍？你是想造反吗？你是想让我被皇上训斥，还是想让我父亲被皇上训斥？属下不敢，属下愚钝，请世子爷明示。武梦田，你在马车里到底藏了什么？竟这么防备我？什么？蒋世子被戴绿帽子了？三皇子还未登基，尚需武国公府的支持，这门亲事不能退。武梦田，你逃不掉的。世子爷，世子爷，姐姐她不会真的……没事，我乃蒋国公府世子，放弃我，他没有更好的选择。他还没有那么蠢，这是在跟我玩攻心计。
可是姐姐向来行事乖张，若她真的藏了男人，那我们国公府的脸面往哪儿搁呀？世子爷，您不得不防啊！若她真的行事无度，办了那样的事，定饶不了她。我父亲也不可能轻易的让她嫁入蒋家。招人追！姑娘，蒋世子叫了府兵，穷追不舍，我们应该怎么办？当是干他丫的！他们就是以势压人，我要让满京城的其他世家都看看我五国公府虽然只有一个独女支撑着事业，我也绝对不是好惹的。掉头，弄他！我去！你放心，凭借五国公府的势力和财力，只要不去触怒皇上，不去招惹萧家的皇子，就算我找人揍那蒋家世子一顿，揍了他，又能奈我何？姑娘豪横，反正我是不会给那个外室养野种的，倒不如我自己养野种。不，是养外室。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哎呦，是不是应该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好差人上门提亲啊？还是说你是因为没人管才选择出家的？放眼天下，谁敢管本太子？不如我们……武士，给我滚下马车！蒋渊，你有完没完？武士，你马车里是不是藏了人？蒋渊，我马车里坐几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算个什么东西？这么说，你马车里还真藏了人？说，他是谁？竟然背着我偷养外室，真是不知廉耻！姐姐，世子也是担心你被野男人蒙骗了。毕竟你现在也算是半个蒋国公府的人了。你竟敢说我的小乖乖是野男人，你简直不知死活！你给我等着！你没完了是吧？是你先和这个外室3年生俩，况且我现在跟你们蒋国公府并未完婚，你做得了初一，我就做得了15。你是女子，怎能跟我男子相提并论？那本姑娘就告诉你，我就养外室了。怎么着？我告诉你，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各玩各的。本姑娘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们蒋国公府根本就管不着。武士，你是要当我蒋国公府主母的人，你就这么死坏我蒋国公府的体面？不听，住口！狗男女，你还敢露面？找死！放手！本世子让你放手！你这未婚夫真是个废物。小乖乖，你怎么来了？一个不敢见人的小白脸，还敢大言不惭！本王今天就弄死你泄愤！来人，上！我看谁敢动我的人！皇家护卫来了，请您指示该如何应对。皇家护卫，他们怎么会来？听说龙岩寺的住持深得皇上爱戴，莫不是他出尔反尔，在皇上面前告你抢人？皇家护卫都来了，真是天助我也！武梦田，今天的事闹到御前，吃亏的只会是你。小乖乖，你别怕，今日不管是谁来，我都不会让他们动你分毫。子素兄，你可算来了！你兄弟我今日大婚，这武士不瞒我养了个外室，非要私自终止婚约，还要嚷嚷着退婚。这半天时间不到，就冒出个外室来气我。子素兄，你说这事离不离谱？五姑娘，皇上担心你的安危，特派我来相助。你和蒋世子这是闹哪出啊？哇，还挺结实的。姑娘，这位是秦国公府世子爷，深得皇上信任。秦子素，他是皇后的侄子，太子的表兄，皇上跟前的红人。
皇上此次派你前来，可是来助我的？正是。看来我还是很有牌面的嘛。那还不是因为你是我蒋国公府的未来主母，不然还能我劳烦秦兄大驾一趟。啊，那你是来批评我的呀？你别呀！我都是被蒋国公府气的，这个蒋世子的所作所为，天怒人怨，你一定有所耳闻吧？岂会不知啊？他蒋渊1个月去见几次外室，我都清清楚楚。秦子素，你这蒋世子脑袋被驴踢了，不知道我秦家拥立太子吗？他在我这找什么存在感？简直是欺人太甚！我都已经成全了蒋世子和这外室，他们蒋家还是不同意退婚。我武梦天活了19年，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此举蒋世子确实欠妥。哼，我就是要让满京城都看看，他做得了初一，我就做得了15，不就是养个外室吗？我也有，我有钱。你说的外室，不会是这？他吧？此事的确是蒋世子欺人太甚，这五姑娘此举也有些惊世骇俗。既然事情已经闹到这种程度，我也不好决断，不如你们就随我进宫，让皇上圣裁吧。啊？吃这个。启禀皇上，今日五国公府嫡女没有遇到意外，她紧急召人是为了保回个外室。外室？回皇上，的确是一个外室。五姑娘说她是被蒋世子逼急了，蒋世子敢做初一，她就敢做15。翻烂史书也找不到这么一个女子，敢动用府兵声势浩大的抢一个外室，也不知那被抢回来的外室是谁家倒霉孩子。皇上，这丫头行事还是一如既往的行事不羁。那丫头啊，都是被三牛给惯坏了，皇家公主都没她这么荒唐。那还不是被逼的？那蒋家孩子什么德行，你又不是不知道。三牛是你的结拜兄弟，你忍心看他姑娘嫁给那么一个混小子？这倒也是。我看这丫头呀，倒是比咱们云儿强一些。云儿什么时候也能绑个回来，臣妾能高兴的吃下3大碗饭。比起那丫头，咱们云儿的确更荒唐。那么天资聪颖，又是储君，怎么就看破红尘要剃度呢？皇上，蒋渊最近养外室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五姑娘她已经做出忍让了，还同意蒋渊娶那外室做正妻，但蒋家坚决不肯退。他们哪是不肯退婚，他是舍不得五国公府这个香饽饽。哎呀，如此说来，这蒋家的确欺人太甚，该罚。皇上，今日五姑娘和蒋世子他们在大街之上刀剑相向，此事涉及两国公府的脸面，微臣不敢擅自决定。如今五姑娘还有蒋世子还有他们的外室都在宫门外候着，等待陛下圣裁。这点小事还至于惊动皇上？你是怎么办事的？那个陈王说了，五姑娘绑回来那个其实是太……陛下，娘娘，不好了，人儿剃度了。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怎么就剃度了呢？本宫这是造了什么孽？申通那个秃驴，他怎么敢给朕的太子剃度？那个太子殿下他是不是剃度，五国公府的嫡女将太子殿下绑去做外室了。什么？申通那个老秃驴，为了50贯的香火钱，眼睁睁看着我们不敌五国公府的护卫，让他们将太子殿下带走了。
陛下，陛下，天快黑了，请您赶紧派御林军去五国公府。要是去晚了，殿下可就要被玷污了。不能去。那丫头她怎么敢绑太子？皇上，3年前夏日宴那场灾祸之后，五姑娘便失去了部分记忆，现在认不出来太子殿下也实属正常。皇上，云儿向来不近女色，又一心闹着出家，现在出了这档子事，何不顺水推舟？可云儿她毕竟是太子，做外事那也比做和尚强啊！从小到大，云儿就只在那丫头手里吃过亏，何不让她多吃几次？万一她吃着吃着就再入红尘了，不想做和尚了呢？那朕就重重有赏。或许咱们可以托那丫头的福，咱们还能抱上孙儿呢。皇后娘娘，皇上，五姑娘绑太子殿下回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查她的身份，如今他们还在宫外候着。若是现在戳穿太子殿下的身份，那怎么行啊？要是云儿身份暴露，那丫头不想继续了，那么臣妾的孙儿怎么办？传旨，凡是知晓此事之人，谁都不许泄露太子的身份。谁敢乱说话，耽误了朕抱孙子，朕诛他9族。是皇上。另外，太子一直在外头晃悠，也不安全，让武家和蒋家之人各自回府吧，就说事关2国公府颜面，朕自有决断。是。蒋国公教子无方，顺海，你去给蒋国公送本礼记过去，让他好好看看何为礼字。是皇后娘娘。子素，你亲自护送太子和武家姑娘回去。是，秦家有指望了。太子殿下，你可千万别守那破规戒律了。武士，马上就要面圣了，我倒要看看你这外事，你能护到几时？我看，到时候不知道是谁笑不出来。乖乖说得好。我知道了，还是你挑外事的眼光好。那当然。秦世子，皇上怎么说？武士这离经叛道的行为，是不是惹怒了皇上？皇上要为蒋国公府做主啊！皇上命你等各自回府，此事事关2国公府颜面，皇上自有定夺。皇上英明。怎么会这样？皇上不应该为我蒋国公府主持公道吗？怎么，你还要教皇上怎么做事啊？微臣不敢。皇上还说了，今日五姑娘受了不少委屈，命我亲自护送回府，请。承蒙皇上的关心，那如此便是多谢秦世子了。姐姐这样打听和蒋国公府的脸，此事就这么算了？这是皇上的意思，我不敢不从。不过本世子一定会手刃了那个野男人，雪耻。这鱼这么大，劲儿怎么这么小？这鱼应该不小吧？小乖乖，我们到家了，再也没有人打扰我们了。你府中当真有修行的书啊？有，当然有。你知道遍布萧国的书房斋吗？是我们家的产业。一会儿去看看呢。怎么回事？那男人是谁？何叔，他是小姐从龙渊寺绑回来的外室。啊，外室？秦世子可是在这里啊！你可不能乱说。刚才小姐摇人，就是怕蒋世子对这外室不利。这事皇上也知道了。圣上也知道了？对呀，皇上说姑娘受委屈了，让秦世子护送姑娘回府。放心，咱家姑娘没吃亏。
想要个男人吗？又不是造反。春喜，你带着小乖乖去我院子。是，公子，请。所有人听令，把家里守好，定保他周全，不准飞进来一只苍蝇。五姑娘，今日之事不必忧心，是非黑白，皇上自有定论。我相信皇上一定会秉公决断。他蒋渊能养外室，世家纨绔也能养外室，我凭什么不能？是我没有钱，还是我家没有权？五姑娘今日此举虽有些惊世骇俗，但也是那蒋家人欺人太甚，我定会向皇上进言。秦世子，仗义。你说什么？老爷，那五国公府的嫡女用了数百府兵开路，绑回了一个外室，此时惊动了皇家护卫，那秦世子也亲自带着人前去，此事怕是要闹到皇帝那儿了。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他们五国公府怎么教的女儿啊？这是将我们蒋国公府的脸面放在地上踩！就算现在退亲，那渊儿也会带着这个耻辱！不能退亲，这婚事，这蒋家不能丢掉这婚事。那武蒙恬再怎么行事不济，也终归是女儿家，行事尚有余地。此事皆由那孙氏母子三人而起，一会儿你就去五国公府跟那武家丫头好好谈，实在不行就只能打杀了他们母子三人。老爷，佑儿和琪儿可是渊儿的亲儿子，是咱们的亲孙子。糊涂，不过就是一个外室所生的外室之子，有什么舍不得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蒋家20年的规划，不能功亏一篑，你知不知道？等武家丫头进门，还不是任我们搓磨？到时候你想要多少孙子，就让他生多少。蒋国公好大的架子！公公，咱家奉皇命而来，连你的面都见不到，你可是想抗旨不遵？抱歉，都是臣的不孝子。行了，咱家没空听你的家事，奉皇上口谕，赐蒋家礼记一本。与世子婚事有关，皇上对此很不满，蒋国公可要三思而后行，再多咱家也不敢多说了。多谢公公提点。瞧你教出来的好儿子，我们蒋家人几代积累的好名声全都被他毁了。看看，这是皇上说我们蒋家不懂礼法，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老爷，顺公公说的也并非就是指渊儿，定是那武家丫头行事狂悖，离经叛道，惹怒了皇上。那五国公父子皆在边境，家中无长辈，这才将礼记送到了咱们蒋家。如此说来，倒是有这番可能。你速去五国公府，给那武家丫头赔礼道歉。我们蒋家不能没有这份婚事。小乖乖，该用膳了。你喜欢这花，我摘了送你。在幼时也有人给我摘莲花，后来某人4岁那年进宫，从皇宫池塘里摘下一朵莲花，换走了我腰间的白色莲花玉佩，现在还想用一朵莲花从我这骗走什么？他盯着我的玉佩干嘛？是想要我的玉佩？哼！你不喜欢池塘里的真莲花，喜欢我腰间的莲花白玉佩？给你，除了玉佩，你还想要什么？反正我是第一次养外室，我也没有什么经验。第一次养外室，你还想要第二次啊？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小乖乖，你是不是吃醋啦？犯不着，真犯不着。我悄悄告诉你啊，这么多年，我就只看中你一人。不知羞。小乖乖，带上我的玉佩，你以后就是我的人了。要守难得，不许朝三暮四，不许别的女人碰。只要你乖乖的，以后外面的那些男人，我保证不多看一眼，我只瞅你一人。谁要你玉佩啊？小姐，小姐，蒋国公夫人来了。贺管家说不好将其拒之门外，这么快，看来他们是来退亲的，快请进来。是。我看谁敢拦我，我看谁敢伤我。我可是你们家小姐未来的婆母，敢伤我，她就得背负一个不敬婆母的罪。小乖乖，你等会儿陪我演一场戏，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什么戏啊？你别怕，这里是五国公府，这蒋夫人动不了你分毫，你只要戴好你的面具，她根本就没有机会报复你。你相信我，我一定能护你一生安然无忧。田丫头，纵使你再不满渊儿的所作所为，可赌气也该有个度。谁赌气了？蒋夫人，你看我像是赌气的样子吗？蒋夫人，你若是看不惯我这种行为，你们蒋国公府大可以退亲不是？退就退，我们蒋国公府绝不容下不三不四的女人。夫人莫要生气，你看这五姑娘眉头未散，体态轻盈，还是处子之身啊！好一个眼毒的老嬷嬷，难道我要生米煮成熟饭才行吗？田丫头，我知道，定是若堂的事情才让你受了委屈，才做出这等荒唐的举动。你且宽心，我这次来就是替你做主的，咱们聊聊。除了退婚，其他聊什么都晚了。不晚不晚，只要你不退亲，我就将那狐妹子交由你处置，这样你可满意呀？我满意什么？哎，他们两个两情相悦，关我什么事情？你们蒋国公府只要早点退亲，那我才满意呀，你懂了吗？田丫头，我们蒋家世代名门，底蕴深厚，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放眼京城，难不成你还能找到比蒋家更好的夫家不成？谁说我一定要找夫家嫁了？我和小乖乖在一起啊，不用伺候公婆，也不用去别人家受委屈。我觉得挺好。夫人，田丫头，你嫁给我儿子，能一辈子荣华富贵，就连儿子一出生便有祖上打下的爵位，这是多少人梦都梦不来的事情。这个狐媚男，他能给你什么？能给孩子什么？你儿蒋元背信弃义，人品低劣，能不能守得住爵位都是两说。小乖乖，我觉得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那蒋燕就根本配不上你啊！我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你放肆！竟敢咒骂我儿子，找死！你敢！我看谁敢对我的小乖乖动手，就连你蒋夫人也得掂量清楚了。这个贱人，他咒我儿子，我还不能教训他吗？切！我小乖乖又没有说错，他呀比蒋约好了不知道多少倍。这将来我们的孩子又聪明又帅气，人品周正，凭着自己的本事考状元做栋梁，比那些继承家世爵位的虚贤强多了。我家甜甜呢是最有主意的，我劝
蒋国公府还是尽早退婚吧。田丫头，你现在闹得越凶，将来嫁到蒋家，日子就越不好过。我劝你，这不还没嫁过去吗？你们蒋家要是死活不退亲，那就别建议我。那就别建议我买一送一，到时候我和小乖乖还有我们的孩子就一起上花轿。你敢！你，哎呦！哎呦！夫人！哎呀！好你个外室，竟然敢对当朝国公夫人动手！来人，把这个贱人拖出去，给我打死！是，谁敢？蒋夫人，明明是你自己跌倒的，却诬陷别人，这还是在五国公府。要是我们家小姐真嫁进你们蒋家，还不知道要被怎么搓磨呢。还是我们家春喜看得通透。哎呀，这看来我是万万不能嫁进蒋家的。田丫头，你能护得了这贱人一时，却护不了她一世。你若是不能安分守己，那也休怪我们蒋家做事不留情面。威胁我？那我看你还是找错人了。你们蒋家敢对我小乖乖动手，就别怕我武梦天对你们蒋家不死不休。至于安分守己，姑奶奶我就没有安分守己的性子。夫人，哎呀，夫人，我的好夫人，来人，我们家夫人晕倒了。蒋夫人体弱晕厥，点100府兵护送回府。爹，我娘被武梦田气成这样，绝不可能让这个祸害踏入我们蒋家。我们退亲吧。逆子！我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跟武梦田的亲事不能退。爹，为什么？如果他踏入蒋家，别人只会认为我蒋人喜欢穿破鞋，我娘喜欢找气受，别人怎么看我们蒋家？娘，蒋家已和三皇子谋划了数十年，马上就有了结果，岂能功亏一篑？你和你娘受点气怎么了？外人的看法又能如何？爹，我明白了。可是武梦田绑外室那事已经传到皇上那边了，我们该怎么办？这事儿也怪不得渊儿，都是那个武梦田，着实可恶。皇上那边，老爷可想到什么法子了？罢了，明日老夫自会在早朝上跟皇上解释。臣有本奏，昨日武国公府的嫡女武梦田和蒋国公府世子蒋渊，此二人各领数百府兵，在大街上刀剑相向。此二人身为勋贵子弟，公然藐视王章，扰乱京城治安，臣恳请陛下明察。竟有此事，众爱卿有何看法？启禀陛下，此事皆因臣那不孝子婚前圈养外室，惹得武家丫头赌气，于是在外请了个教书先生回来，对外宣称绑了一个外室，并非谣传那般。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让诸位看了笑话，臣自行罚俸3年，还请皇上责罚。
真的绑了一个外室？听说还是龙源寺的修士。谣传果然不可信，原来是小两口闹矛盾的事儿。我就说武家丫头再怎么大胆，也不可能带个修士回去。好你个老匹夫，想以退为进，保住这门婚事，那朕的太子怎么办？朕的孙子怎么办？可是朕怎么听说此事另有隐情啊？子苏，你来说说事情原委。皇上，此事是蒋家欺人太甚。蒋渊大婚之日，携外室上门羞辱，但五姑娘她有容人之量，愿意与蒋家退婚，成全蒋渊和他的外室，但蒋家坚决不肯。皇上，武家父子常年在外为国征战，无人为其出头。五姑娘她是迫于无奈，才闹出了此等风波。依子苏所言，蒋家的确做得不够厚道。若朕的义弟在京，以他的性子，怕是会直接带兵打上蒋家。臣教子无方，还请陛下责罚。皇上，此事是蒋世子的错，臣附议应严惩蒋世子。不过这武家丫头行事也确实欠妥，就罚武国公5年俸禄，但念及武家父子忠君爱国，为国征战多年，赐武国公良田1000亩，温泉别院1座，黄金1000两。蒋爱卿教子不严，罚俸3年。手头事放了吧，好好回去理理家事。蒋世子有错在先，领兵追击在后，罚禁足半月，并向武家丫头当面道歉。臣遵旨。蒋渊，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武国公府不欢迎你，你能不能听得懂人话？吴梦田，你要是不把我娘欺云的事解释清楚，我饶不了你。除非呢，你向我娘道个歉，或是把这个家伙交给我来处置，说不准啊，我还能帮你们这武国公府说2句好话。把我，哎，你昨日动用府兵闹事，皇上定会严查。我有我爹帮我说话，你呢？嚣张跋扈，皇上定会严惩。若是你乖乖和我完婚，说不定我爹还能在皇上面前帮你美言2句。不然啊，你们这武家也算是玩完了。你少在这里吓唬人，那皇上是否罚我，你可说的不算。若是皇上偏向蒋家，蒋家在趁机向皇上下旨让我们完婚，那我和武家岂不是成了他们蒋家口中的肥肉吗？甜甜，放心，当今皇上圣明，定然不会让小人得逞的。你个卑贱外室，说谁是小人？谁对号入座，谁就是敢做不敢当，贪心无度的小人。你一个只敢躲在女人身后以色示人的东西，也配侮辱本世子？蒋渊，竟敢在我武国公府撒野！吴梦田，你跟这个贱人差点害得我颜面扫地。我虽不能明目张胆的动你，但是他早晚栽在本世子手里。我告诉你，你休想！哼，等罚你的圣旨一到，你非但不能跟我寻仇，还得乖乖向我道歉。圣旨到！啊！五姑娘，皇上说了，你2位都不是外人，就不用跪着接旨了。哎呀，还是我蒋国公府面子大呀！蒋世子，你还是要跪的。啊！赶紧的呀，你别愣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武国公教女不严，罚俸5年，钦此。吴梦田，
你倒霉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还好，只是发现疯了。父王怎会如此糊涂，下这种旨意？殿下别急，我这儿还有下文。放肆！竟然敢直视顺公公！顺公公，皇上对他二人如何处置啊？是否对这个野男人处以极刑？能否交给我代劳？蒋世子，咱家还没有宣读皇上对你的惩戒，你急什么？叫你话五姑娘，五姑娘，不急着谢恩，还有一道圣旨。还有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武国公忠君爱国，为国征战多年，赐良田1000亩，温泉别院一座，黄金1000两，经子。臣女代父谢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吴梦田如此叛逆不道，皇上怎会赏赐他呀？蒋世子接旨。皇上说了，蒋世子有错在先，令追兵追击在后，罚禁足半月，并向五姑娘当面道歉。皇上英明啊！蒋世子，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向五姑娘道歉认罪？莫非你想抗旨？田妹妹，昨日之事是我不对，对不起，昨日是我的错，我向你赔罪。哎呀，我这罚的还没赏的多呢，看来皇上还是器重我们家的。既然这蒋家不可以退婚，那看来我还能再玩得疯一些。你想做什么，我都帮你。这人是不近女色、清心寡欲的太子殿下说出来的话。殿下竟对五姑娘如此恭顺，我一定是老眼昏花了。小乖乖，你别说，下面的事情还真需要你帮忙。姑娘，你又要做什么？没什么。爹，皇上怎会责罚如此之重？您被停职，我被禁足，我们还如何图谋武家？慌什么？皇上在朝堂之上各打30大板，只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只要不提退亲，那一切就都在我们的谋划之中。最后，至于赏给武家的东西，最后不都是我们蒋家的吗？爹说的对，只要不耽搁大事就行。只是那外事若是不铲除，可始终是对我们蒋家一个莫大的耻辱。哪里来的外事啊？我今日已在朝堂之上指鹿为马，说那外事是个教书先生。武梦田那丫头想靠外事逼我们退亲，简直是痴心妄想。不好了，老爷！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武梦田那个死丫头和她那个外室共成一马，在咱们门前招摇过市呢！什么？武梦田！哎呀，蒋世子啊！哇，蒋国公，蒋夫人！哎呀，我就是上街买点东西，
这怎么不知不觉的走到这里来了呢？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蒋国公，你说我家小乖乖是我请来的教书先生，我发现他这马骑的也不错，我让他教我骑马，这不过分吧？当然。哎呀，这天色不早了，小乖乖，我们早点回去吧。就吴梦田，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闭嘴！吴梦田行事如此乖张，日后入了我蒋家，也怕有所不妥，是该有人教教他什么叫做规矩了。夫人，你一会儿进宫见贵妃娘娘一趟。贵妃娘娘，您不知道，那武蒙恬他根本就不把咱们蒋家放在眼里，他带着那个外室招摇过市，都快把咱们蒋家的脸给丢尽了。岂有此理！不过你和大哥也是，让幺儿低个头就能解决的事，何苦弄成现在这种局面？娘娘，您不知道，那武蒙恬他根本就不吃这一套啊！他就是个被宠坏的疯子，铁了心要退亲。若不是顾及三皇子的筹谋，蒋家早就和武家决裂了。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派人查清那个外室的身份，杀了不就行了？没查出来呀。那武蒙恬把他保护得很好，我们根本就没机会下手。我还能指望你们干什么？罢了，我派人去一趟。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个嬷嬷回去教武蒙恬懂点规矩，要是能把这事一并做成，那就再好不过了。刁嬷嬷，老奴在。刁嬷嬷，去趟武国公府，好好教教武家那丫头做女人的规矩。哎，小乖乖，你都进府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总不能一直都叫你小乖乖吧？单名云字，你可以叫我云郎。哪个云啊？你写给我看。要不你先下来。你先写，我再起。姑娘，宫里来人了。宫里？谁的人啊？说是贵妃娘娘身边的嬷嬷。蒋贵妃，这蒋家人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算了，既然是宫里来的人，那还是要给一些颜面的。小乖乖，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请进来吧。是。姑娘，这是宫里来的刁嬷嬷，不愿以真面目示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不知贵妃娘娘派刁嬷嬷前来，有何事干呀？五姑娘，老身奉贵妃娘娘之命，前来教你收一收乖张狂妄的性子，做一个温婉恭良的女子。另外，贵妃娘娘也比较好奇，你这教书先生究竟是何来历，长相如何，特令我为他描容一幅。
你是说蒋贵妃派了刁嬷嬷去武国公府了？回皇后娘娘，此事千真万确。为了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能得到武国公府的助力，蒋贵妃还真是不遗余力啊。皇后娘娘，那刁嬷嬷是宫里最严厉的管教嬷嬷，五姑娘落到她手里，怕是讨不了好啊。刁嬷嬷又精通描容。精通描容？是。哼，想借着教导规矩的名义画出太子的样子，然后让蒋国公府借机报复罢了。做梦！好。你这小辈好不知礼数，为何还不卸下面具？哎呀，我家乖乖风流倜傥，我就不想让外面的人看见他长什么样子，就连摸摸你，也不行。那我如何为他描容？这可是贵妃娘娘的旨意，你难不成想抗命？想要我的画像，莫非是察觉到了我的身份，特意前来确认？放肆！贵妃娘娘那是金贵之躯，她怎么会对外男的长相感兴趣呢？刁嬷嬷，你莫不是想要在外面坏了贵妃娘娘的名声吧？哼，牙尖嘴利，看来我得先教教你规矩才行。哎呀，规矩嘛，这样，你让我爹明天就从边境回京，否则我这个府上的大小事情都得我处理，要不然我实在是抽不出身来跟你学什么规矩啊。五姑娘，你既不愿意收敛性子学规矩，又不让我给你这先生画容，那我只能如实禀告贵妃娘娘了。请便啊，还劳烦嬷嬷跟贵妃娘娘说一声，我的事情呢就不劳她操心了。本姑娘一生放荡不羁，爱自由。嬷嬷，慢走不送，慢走不送。你个下贱玩意儿，敢笑话老身，理应掌嘴。嬷嬷，你耍威风，耍到我武国公府来了？老身也是贵妃娘娘身边的六品女官，教训你不行，教训一个下贱的教书先生，谁敢知会？放肆！周嬷嬷，你怎么？混账东西！谁允许你打着贵妃娘娘的幌子，在国之重臣家里耀武扬威的？老身是奉贵妃娘娘的命令。刁嬷嬷，你可得想清楚了，这欺辱当朝国公女儿的罪名，你确定按在贵妃娘娘身上吗？一切都是老身的错，还不回宫里罚去！五姑娘，奴婢姓周，是皇后娘娘的五品女官。不知皇后娘娘派周嬷嬷前来是有何贵干？皇后娘娘说你独自支撑家业，甚是辛苦，特派奴婢来替你差遣，帮衬一二。容嬷嬷，你怎么在这儿？传皇后娘娘懿旨，嬷嬷刁氏屡屡触犯宫规，冲撞皇室，即刻收押严惩。来人，拿下！我要见贵妃娘娘，你们不能碰我！武蒙恬的外室是……差点让这贱奴坏了太子殿下的大事。究竟是怎么回事？连宫里的教训嬷嬷都栽了跟头。
那个黄毛丫头，她到底有什么手段？老爷，别管那死丫头用什么手段了。如今满京城都在看我们蒋家的笑话，说我们蒋家未来儿媳妇公然养外室，这可如何是好啊？什么外室？我已经跟皇上说过了，那是昭叔先生，他们竟然还乱嚼舌根。他和那外室举止都那般亲密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啊。元儿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个逆子跑哪儿去了？刚才还在这儿呢。老爷，不好了！上一堂连着一帮府兵杀向五国公府了。你说什么？哎呀，要不是周嬷嬷提醒，我都快忘了。皇上给我爹赐了一座温泉别院，反正京城里待着也没意思。云郎，我们一起去泡温泉吧。听你的。哼，要不是你不顾安危护着小姐，我们五国公上下绝对饶不了你。哎呀，贺叔，你那么凶干嘛？好了，我们走吧。杀那戴面具者，赏金100两。快拦住他们！保护小姐！云郎，蒋云是冲着杀你来的，你快进府。天天，他们伤不了我。其实我是阿斗。蒋世子，您这是闹的哪出呀？啊！秦世子，秦子素，你不好好守卫皇宫，来此处作甚？皇上命我保护好五姑娘，本世子自然是在履行职责。倒是你啊，皇上罚你禁足，你倒好，带着府兵冲杀五国公府，莫不是想造反？秦世子，我这是开玩笑的，这都误会了。好一句开玩笑！要不是秦世子及时赶到，你蒋世子的刀恐怕都已经架到我脖子上来了吧？秦子素，哎，本世子呢，只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五姑娘，请先行，此事我自会处理。秦世子仗义，走。呸！哎呀，五姑娘和他这个教书先生可真是般配的很呐。哼，蒋世子，你说是不是？蒋世子，我怎么越来越感觉你配不上五姑娘了啊？哼，要不你们蒋家退亲？这是我们蒋家的家事，用不着你管。哎呦！蒋世子，那少年郎当真只是你父亲口中的教书先生啊？秦子素，你除了整天在这阴阳怪气，就无事可做了吗？有，当然有。你立身不正，行事冲动，差点带兵伤了国之良斗唯一的爱女。本世子理应将你收押查办，拿下。且慢！爹，蒋国公啊，秦世子，我儿虽一时冲动，但好在还没酿成大祸。秦世子，若能网开一面，我蒋家感激不尽。若是我步步紧逼，皇上或许会认为这里面有党争的手笔，不能让皇上和太子殿下生了嫌隙。蒋国公，我这也就是看在您的份上啊。回去呢，务必要好生教导蒋世子，莫要让他再闯祸了啊！听见没？还有，不属于他的东西，要学会放手啊！那就劳烦秦世子走了。
三皇子殿下。废物！废物！连一个外室都搞不定，还能让武梦田的女人翻了天不成？殿下，如今武梦田和那个外室亲密无间，旁人都看在眼里，这我该如何是好啊？那是你们父子无能，好好看着，好好学，本皇子只教一遍。时间摇路中香缓缓透过窗，诉说到底垂暮而你轻抚上，寻你目光。云朗，你是在等我吗？待开口心事全落下。云朗，你怎么不看我呀？我本意是出家之人，当四大皆空，断绝尘念。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若你睁眼，岂不是两眼空空？说实话。我怕我忍不住。忍不住啊？忍不住什么？冷静冷静，这个云朗虽然长得好看，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做那种事情呢。小心！云朗，你受伤了没有？这是有毒！怎么会有那么多毒蛇？我最怕蛇了！这个边缘是属于皇宫的，我不会又卷入了什么宫斗吧？甜甜，别怕。也不知道小姐为什么喜欢这个男人。他要是敢欺负小姐，你们两个就跟我进去扁他，扁到他求饶为止，扁他！云朗，倒也不必行如此大力吧。梦霞，你快救人啊！去扶一下，去扶一下，扶一下！解毒丹，快点！姑娘，他咽不下去啊。云朗，你醒了啊？都怪我不好，没有让人提前去看一下，连别院有蛇都不知道，害你差点离我而去。甜甜，就这么怕我离开啊？那以后我保证永远也不离开你，好不好？小姐，姑娘，查清楚了。蛇窟之事是否人为？姑娘，别院年久失修，无人打理，蛇窝痕迹久远，可以排除人为。只是什么？三殿下在此狩猎，皇家侍卫在前方射龙路上，我们暂时回不了京城了。三殿下，三皇子萧夜。正是。三弟为何平白无故在此狩猎？是冲着我来的，还是冲着甜甜来的？云朗，你别怕，萧夜是响渊的表哥，但还不至于疯狂到对我下手。你只要乖乖做好，就算他是皇子，他也不会伤到你。五姑娘，三皇子的路障，我们该如何解决？无妨，等他撤了以后，我们再走。这个三皇子萧夜，他身娇肉贵的，
是不会在荒郊野岭过夜。本皇子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娇贵。许久未见，田妹妹倒是越发明艳动人了。不如现在叙叙旧。叙旧恐怕是不方便吧？田妹妹如何变得如此扭捏？本皇子一向听说你放荡不羁，爱自由。三皇子，你让人在这堵我的路，咱们心里都清楚，我和蒋家是一定要退亲的，还是让路比较好。田妹妹说这些做甚？本皇子只是来这儿打些野味，凑巧碰到了你们的车驾，想请你尝尝鲜。多谢三皇子的美意，不过我今日受到了惊吓，没心思吃野味。受了惊吓？哼，正好我带了随行的御医。来人，上！不必，我可以自己回府休息。你再不让路，我就让我府兵的人动手，然后我再去皇宫找皇伯伯告状。哼！有猎物，别让殿下的猎物跑了！云兰，你受伤了！混账东西！为了一个畜生伤了我妹妹怎么办？梦霞，擒贼先擒王！婷婷，我妹妹没伤到你吧？你没事？吴梦田，你敢让武国公府的兵对本皇子动手？萧夜，是你先带人欺负我的，我要把你的所作所为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要让皇上为我做主。你敢？你敢？我有什么不敢的？你爹与我爹是结拜兄弟，这关起门来你就是我哥，这当哥的带着人欺负妹妹，你看皇上会问责谁？都听着，本皇子不信武梦田敢杀我，乱箭射死这样的野男人。我看谁敢？谁敢动手，我武国公府就不死不休。田妹妹，你这样保住那个男人，只会给你和武国公府带来数不尽的麻烦。我帮你处理掉他，你应该感激本皇子才对。放箭！谁敢？就是他，杀了他，本皇子重重有赏。云兰，你怎么出来了？这里很危险。一群废物，这么多人还杀不了一个野男人，愣着干嘛？上啊！都给我住手！三殿下，您怎么能对武国公爱女动手？秦子错，武家嫡女不遵礼法，婚前养外室，他现在还敢要挟皇子，我不过杀他一个卑贱的外室，你也要管？三殿下，我认为你不是在针对五姑娘的外室，而是在针对五姑娘。皇上让我保护五姑娘，我怎能不管？他就是仗着皇子的身份欺负我一个弱女子，他命人向我的马车射箭，要不是我的小乖乖保护我，好可怕！哎，刚才你的刀可还架在本皇子的脖子上呢，咱俩到底谁救谁啊？我也是迫不得已，若非梦想替我挡箭，那我府兵早就被你射成了刺猬。武梦田，你不可理喻！秦子素，你都看到了？哦，此事我看得清清楚楚，是你欺负五姑娘在先。
我定要原原本本告诉陛下，让陛下圣裁。秦世子慧眼如炬，梦想你回去清点一下，到时候让皇上照价赔偿。是。回京。启禀皇上，秦世子带着三殿下和五姑娘在外求见。哦，五姑娘貌似还受了惊。太子呢？五姑娘受了惊，本宫的太子怎么样了？快传！这皇伯伯，您儿子三殿下，他带着他的护卫，差点杀了我！父皇，还真没有，这只想杀他外甥而已，混账！我勒个乖乖，真踹呀！他怎么样了？回皇上，人暂无大碍，但是被三殿下的人射伤了手臂。皇上，叶儿毕竟是皇子，还请陛下再息雷霆之怒。你还有脸求情？问问你的好儿子，究竟做了什么？父皇，你偏心！我家嫡女不遵礼法回家养外室，我一个堂堂皇子，凭什么杀不得一个卑贱的外室？蒋贵妃，你平时就是这么教导三皇子的？臣妾，朕何时教过你视人命如草芥？我没有，他只是擦破点皮而已啊！不是啊，他怎么护得比我都上线？这我还怎么告状？皇上，老三也真是的，我家丫头一个姑娘家家的，若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怎么能哭成这样？皇伯母，三皇子他假装打猎，然后他们却收了我的马车，要不是我的小乖乖帮我，我现在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三皇子万金之躯，我一向是敬重他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颠倒黑白的杀我。臣女虽然命贱，但是我也想让皇上给我主持公道。你胡说！我只想杀你的外甥，没想过杀你。朕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混账？堂堂男子汉，堂堂皇子，欺负一个姑娘家！来人，拖出去，杖10棍！父皇饶命啊！皇上，还是别打三殿下了，打在儿身，痛在父母心。臣女要找三殿下有点赔偿损失就好了。瞧瞧，我们家丫头多懂事啊，还知道替我们着想。对，陛下，想必燕儿已经知错了，也愿意赔偿五姑娘的损失。这杖刑就免了吧。若是太子做出这等事，本宫非打断他一条腿不可。赔偿损失，天经地义。他做出如此的荒唐事，区区10棍如何能够啊？杖20！父皇饶命啊！这个逆子还敢求饶，再加5棍！天丫头，都是贵妃教子无方。这样，你清算一下损失了多少，本宫替你做主，让贵妃双倍赔偿。皇后娘娘所言极是。可是皇后娘娘，臣女想了想，
臣女要是拿了这个赔偿，那三殿下我不就彻底得罪了吗？这赔偿，臣女还是不要了。若日后三皇子报复我，臣女一人在京城，不就孤立无援了吗？皇上，若是让三牛知道他的女儿受了委屈，还得忍着，又要抱着你的胳膊哭个没完了，咱们不能让忠臣寒心。田丫头，就双倍，你尽管轻点。那个逆子胆敢找你麻烦，朕绝饶不了他。马车1000两，然后轻伤的府兵每人50两，重伤的府兵每人100两。如果双倍的话，那就是50万两。那个零头我给你抹了哈。50万两！50万两！你是不是穷疯了？50万两！你主导这要50万两！敢做就要敢认！他把零头都给你免了，你还想赖账？朕是越看你越来气！来人，拖出去，再杖10棍！皇上，不能再打了！你有这时间替这个逆子求情，倒不如回去拿银子。是。多谢皇上，多谢皇后娘娘。若无他事，臣女就先告退了。田丫头，你什么时候让你那外室进宫一趟？本宫也很是好奇呢。回皇后娘娘，我家小乖乖毕竟是外室，怎能进天眼？这样怕是不妥吧？这有什么不妥的？田丫头，你这是不同意？回皇上，回皇后娘娘，臣女自知是一个未出阁和有婚约在身的姑娘，养外室实在是有违礼法，但是我不想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所以才做出如此荒唐之事。此事皆因臣女而起，我家小乖乖是被我绑回来的，她不应该被此牵连，还请皇上、皇后娘娘能饶过她。田丫头呀，你想多了。你这么突然绑一个外室回来，我们做长辈的不得给你把把关吗？是啊，田丫头，朕和你爹是结拜兄弟，你爹呀，现在在边境回不来，你的事，朕和皇后当然要过问了。但这武家和蒋家都是朕的朝臣，退其一时，朕也不好偏向于谁，但帮你把把外室的关还是可以的。话虽如此，可皇宫里人多眼杂的，万一小乖乖的长相暴露，日后引来祸端，这可如何是好？田丫头，你这是要抗旨吗？臣女遵旨，臣女这就带他来见你们。元老，你待会见了皇上和皇后娘娘，一定要少说多听，千万不能有任何的逾越之举。放心。叶儿，不要轻举妄动，我会命人留意他的长相，到时候不怕找不到机会杀他。都退下吧。儿臣见过父皇母后。元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真看上武家那丫头了？她毕竟和蒋云有婚约啊。
那就想办法让他们退亲。我不管，娶她的人只能是我。五姑娘，别转了，我都要被你转晕了。哎呀，都已经进去那么久了，皇上和皇后娘娘不会真的把他秘密处决了吧？处决他？五姑娘，你别开玩笑了。七世子，你怎么这么笃定啊？因为他可是呀，出来了。甜甜，你这是？我就是看看我们家云郎有没有缺胳膊少腿。云郎，你小心点，你手上还有伤呢。一点小伤不耽误我们回家。走。春喜，我跟你说啊，这个啊是生命线，这个呀是爱情线。爱情线啊，这条吗？你看你这个爱情线啊，命里有一个老中贺叔，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这次就算我错了，你不要再说教了，行吧？要不是你不顾安危护着我们小姐，我非要让府兵揍你一顿。哎，你俩行了行了，咱们去吃饭吧，我肚子饿了。吃饭啊？走。然儿，莫非能清楚那外室长什么样子没？皇上和皇后见内人时，屏退了所有人，没能看清内人的长相。可恶！父皇这是怎么了？一个外室，不遵礼法，离经叛道，每天都能千刀万剐了他。殿下，为何不劝蒋国公放弃吴梦田呢？我家父子有病，吴梦田有5国公府的财权，这么大块肥肉，本皇子怎能让给别人？都怪蒋元那个蠢货！殿下慢点。殿下，殿下，你这是来看本皇子笑话的？殿下，让渊儿和武梦田退亲吧。你说什么？殿下，如今我被停职，渊儿被禁足在家，全京城的人都在看我蒋家的笑话呀。武梦田他就是个祸害，绝对不能让他进我蒋家的门呐！到时候哪怕是得到了5国公府的助力，我蒋家也怕永无宁日啊！殿下，没了5国公府的支持，本皇子如何上位？舅舅，左右不过是那外使者的祸事，蒋国公府再试最后一次，如若不成，本皇子便不再为难蒋家，如何？若堂还没有等到我给他名分，我们那2个孩子还没有认祖归宗，他们也是您的亲孙子啊！爹，我又何尝不知？为了3皇子的大业，为了我们蒋家的从龙之功，他母子3人必须死。渊儿，等将来3皇子登上皇位，那武梦田和5国公府就是咱们案板上的鱼肉，到时候你想如何报复就如何报复啊！那武梦田无非是介意你养了外室和孩子，那便杀！凭借你的身手，那当初你怎么那么容易就被我绑回来了？你说我派人查过你，却一无所获。
你究竟是什么人啊？其实我……小姐，不好了！怎么了？是蒋国公，他让人抬着孙若堂母子3人的尸体，说要给我们5个公府一个交代。贺叔，怎么回事？这田丫头，老夫来此就是给你一个交代。我知道近日这些荒唐事皆因他们母子3人而起，你不满渊儿有外室，他母子3人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便服毒自尽了。吴梦田，是你可满意？事到如今，你还要退婚？天哪，这武家嫡女当真很多，就为了他心里舒服，竟然逼着别人自尽。那可不，连小孩都不放过，太狠毒了。虎毒还尚且不食子呢，这蒋家哪里是来给交代，分明是逼我们家小姐低头啊！什么服毒自尽，分明是他蒋家活活将他们逼死的，还把脏水泼在我们姑娘头上。蒋国公，蒋家很好。蒋国公还真是心狠手辣，连自己的亲孙子都要下手。田丫头，多余的话就不必说了，我蒋家已用3条人命换你消气，只要你答应和渊儿完婚，老夫在这向你保证，日后我蒋家上下必事事以你为先，这便是我蒋家的诚意。吴梦田，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理由退亲？哼，田丫头，如果你愿意和渊儿完婚的话，那老夫还要跟你商量点事情。何事？我蒋家已将渊儿外室处理干净，那你这外室何时赴死？毕竟我蒋家也想要个干干净净的儿媳妇儿。他不可能死。凭什么？你和渊儿有婚约，如果你不完婚，那就是不遵礼法。你若嫁，这外室必须得死。礼法未成，婚书未写，仅凭一张废纸就在这里咄咄逼人，喊打喊杀，逼迫我们家甜甜嫁人。蒋国公此举是否有违国法？哦，蒋国公，我退亲完全符合礼法，我一心只为成全蒋世子和孙妹妹，我何曾有逼死孙妹妹的想法？那你当日为何要抢外室回来？退亲后，我自己的生活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我家小乖乖与我般配，我对她动心，这不难理解吧？五姑娘说的也有道理，是她蒋家外室自知理亏才自尽的。依我看，蒋家就是瞧不上她外室无权无势的，不择手段的把人逼死，好迎娶人家五姑娘。不要脸！呸！你可怜孙妹妹和孩子摊上这无情无义的蒋家，死后还要沦为蒋家逼迫我的棋子。蒋国公真是演了一出好戏，还真让我以为孙妹妹和孩子遭遇不测了。何出此言？你原来是假的。这是姑娘，都是假人。蒋家也太过分了，拿假人威胁欺骗五姑娘，太卑鄙了，五姑娘差点就吃亏了。我觉得孙妹妹和孩子在你们蒋家受尽了委屈，死后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羞辱，你蒋家不管，我管，我出钱埋葬了他们，没想到我还多此一举了。这田丫头，这我也不知道今日为何会出如此变故啊！他们母子3人我早就处理干净了呀。与我何关？又不是我杀了他们。这丫头，你和渊儿是有婚约在身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不能推亲的。我爹远赴边疆的时候就同我讲过，
希望我这一辈子开心快乐，任何约束都是狗屁。蒋国公，蒋世子与孙妹妹情投意合，是你蒋家不肯珍惜，这倒提醒了我。我要给我家小乖乖一个名分，贺叔，备婚书。你敢？小姐，这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甜甜，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他们蒋家人一样，只敢抹镜之后就弃之不顾。吴梦田，你就不怕我在皇上面前告状吗？嘴长在你身上，你想告就告呗，我又不拦着你。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告你们个不遵礼法、伤风败俗之罪！你蒋家始乱终弃、草菅人命，就不违礼法了吗？你蒋国公的手段心狠手辣，明眼人都知道我嫁进去会过什么样的日子，我为我自己谋一个出路，没什么不妥吧？我现在不是你蒋国公府的儿媳妇了，你凭什么教育我？真以为我武国公府的人是好欺负的吗？如武国公府者，当如何？是。你们欺人太甚！蒋国公，蒋国公啊，本世子都看不下去了，你还是回去吧啊！别在这丢人现眼了，来，别在这丢人了啊！秦世子，怎么又是你啊？皇上让我保护五姑娘安危啊，这事你应该知道。你看他们那个咄咄逼人的样子，需要人保护吗？秦世子，蒋公公带着假尸体逼我杀了晕了，我一个弱女子在这里独自支撑家业，他们还要被人欺负。我与甜甜两情相悦，患难与共，蒋公公却为了一己私欲，咄咄逼人，想让我和甜甜分开。我和甜甜究竟做错了什么？蒋国公，这怎么看都像是你仗势欺人呐！演的，他们都是演的，还你们有什么话就去跟皇上说去吧。刚好你不是要告御状，我现在就带你去见皇上。走。秦世子啊，明晚我要给我家小乖乖名分，你记得来喝喜酒啊！你敢？哎，好，一定。我明天等你啊！走，快走。皇后，云儿都已经步入红尘了，你怎么还一脸忧心忡忡的？这都过去多久了，一点进展都没有，臣妾能不忧心吗？还有那蒋家一直不说退亲的事，咱们云儿难道她要当一辈子的外室啊？这总不能下旨强迫蒋家退婚吧？100年后史书记载，朕和太子为一己私欲权压朝臣，又当如何呀？启禀皇上，秦世子和蒋国公正在殿外候着，好像蒋国公要告御状。这个老匹夫又要干什么？让他们进来吧。是。走。皇上，吴梦田的丫头仗着您的宠爱，已经无法无天、目中无人了呀！皇上，怎么，那丫头欺压良民，还是滥杀无辜了？子苏，你来说。回皇上，五姑娘本性纯良，并未触犯律法。皇上，吴梦田那丫头居然婚前绑了一个良家民男，绑了他回来做外室啊！蒋国公，你之前不是说武家丫头只是请了个教书先生回府吗？怎么现在又成了外室？哼，
蒋国公可是要欺君。皇后娘娘，这蒋国公，想好了再说。启禀皇上，皇后娘娘，确实是外事。我是为了顾及蒋武两家的颜面，所以才自作主张，谎称那是个教书先生。武梦田此举有违人伦纲常，若到时候人人效仿的话，那怕是会动摇国家根基啊！皇上，蒋公公，你都说了这么严重了，那你为何不干脆退了与武家的婚约？回皇上，据微臣所知，蒋国公今日抬着蒋仁做的尸体堵在武国公府门前，谎称那是蒋世子、外室母子3人的尸体，借此他想逼问武姑娘，也杀掉他的外室，并要求武姑娘尽快与蒋世子完婚。皇上，微臣认为蒋国公此等卑劣行径，若是人人效仿，才会动摇国家根基。荒唐！嘴上嫌弃诋毁，背地里巴不得娶人家进门。本宫倒是不知道，蒋家如今是此等做派。臣也是一时糊涂，臣知错。原本朕还想让你尽快复职，如此看来，蒋国公还是在家里好好反省吧。皇上，臣遵旨。皇上，田丫头受了这么大委屈，得好好补偿她才是。还有咱们家云儿，差点就着了他们蒋家的道了。那个皇后娘娘，皇上，经此一事，武姑娘说了，她要给殿下一个名分，明晚就办事写婚书。恭喜皇上，恭喜皇后娘娘！等臣，千真万确，武姑娘还邀请臣去喝她和太子殿下的喜酒。太好了，太好了，臣妾能抱上孙儿了。这云儿常年修行，清心寡欲的，她懂男女之事吗？顺海，明天去给武国公府送些启蒙书籍去，务必让太子好好研读。是皇上。你们2个都好好长啊，都给我照得漂漂亮亮的。小姐，当真要如此正式？这还正式啊？王贤场面太小了，委屈我们家云郎了呢。哎呀，贺叔，你开心点嘛，我们今天是喜事儿。姑娘，那要是蒋国公他高玉撞成了呢？姑娘，我不是反对你去追求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可是现在摆在眼前的大事，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的啦。现在国公爷和世子爷远在天边，要是蒋国公他高玉撞成了，在皇上面前添油加醋，那国公爷和世子爷的情况只会更糟啊！哎呀，姑不应该一直瞒着他的，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太子殿下，武姑娘一向对皇室的人敬而远之，你也不是有意瞒着的。若父皇因蒋家而对他动怒，姑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护他周全。甜甜，其实我……武姑娘，
喜酒可还有啊？本世子应当没有来迟吧？哎，秦世子，你可慢点啊！咱家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别这么紧张，顺公公来是有好事。皇上知道五姑娘受了蒋家不少的委屈，可武国公和蒋国公都是朝臣，这退婚一事，皇上就不好偏心了。但既然五姑娘有了心悦之人，那皇上也愿意成人之美。这是皇上和皇后娘娘一点心意，也是特意为这位公子准备的。公子，你可要好生研读哦。姑娘，我不是反对你去追求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可是现在摆在眼前的大事，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的啦。现在国公爷和世子爷远在天边，要是蒋国公他高玉撞成了，在皇上面前添油加醋，那国公爷和世子爷的情况只会更糟啊！哎呀，姑不应该一直瞒着他的，让他一个人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太子殿下，五姑娘一向对皇室的人敬而远之，你也不是有意瞒着的。若父皇因蒋家而对他动怒，姑即便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护他周全。甜甜，其实我……五姑娘，喜酒可还有啊？本世子应当没有来迟吧？哎，秦世子，你可慢点啊！咱家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别这么紧张，顺公公来是有好事。皇上知道五姑娘受了蒋家不少的委屈，可武国公和蒋国公都是朝臣，这退婚一事，皇上就不好偏心了。但既然五姑娘有了心悦之人，那皇上也愿意成人之美。这是皇上和皇后娘娘一点心意，也是特意为这位公子准备的。公子，你可要好生研读哦。喝，回去继续喝。姑娘，明明是您给那位公子名分，秦世子怎么看着比您还高兴？秦家和蒋家阵营不同，可能是我给蒋家摆了一道吧。不管了，春喜啊，你赶紧带我去换衣服，我不想让云郎久等了。好。恭喜太子殿下得偿所愿。婚书还没写呢。那不迟早的事吗？那北境如何了？姑派人保护甜甜父兄，可还妥帖？殿下放心，满族已经不足为虑。武国公近期有大动作，好，若成，不仅可以揪出通缉内贼，还可以一举荡平北境。不过需要朝堂之上有人为武国公府顶住压力。前线若有动作，姑自会重返朝堂，为他铺平所有的道路。不过，姑重返朝堂，我这三弟怕是会和蒋国公孤注一掷，
你派人盯紧他们，若是他们愿意安稳退婚还好，否则姑不介意拿他们立威。是。姑娘，上次给您梳妆的时候，您满脸不情愿，今天看着倒是有些迫不及待了。长本事了，还敢打趣我？哎，春喜，你一会儿派那个贺叔去盯着三皇子还有蒋国公府啊，我怕他们坐不住，到狗急跳墙了。是姑娘。元朗，元朗，你紧张什么？甜甜，先签婚书。就这么着急跟我要名分啊？好，我签。元朗，你一个看破红尘的人，情绪倒是稳定，这目的性吧也很强。我没有什么目的啊。生米煮成熟饭这种事情呢，一般都是你们男人占了便宜，但是你却执着于要名分。你说目的性强不强？我于朗，你说都签婚书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的全名啊？自然要写全名。甜甜，我心慌，你先写吧。好，那我的名字要写你前面。好。真乖。愿千金一回，终难了每次相会。应说成顺对，应谁心扉？云郎，这婚书到底还签不签了？签。身与心，心却难违。念这般滋味，让面上飞。问宿命何为？以此生同赴此会。我心飞，你以为双双飞飞。此心却不移，必不悔。一双人，两相随。放两颗真心，朝生暮味。此生得一人，亦不悔。一双梦，两人归。共盼望此生双双对。甜甜，婚书已成，今夜之后，你就是我的人了。错了，是你，是我的人才对。甜甜说的是，我们都属于彼此。云兰，我怕疼。我会轻点的。皇上和皇后娘娘赏的那些书里面，可是有不少启蒙书籍。你可知上面一共有多少种？你别说了。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
竟敢为了那母子三人坏本皇子大事！表哥，住嘴！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谈政事的时候称职务，职务！殿下，我以为用个假人能骗过武梦田呢。你以为武梦田跟你一样蠢？殿下，事到如今，我们蒋家就算不退亲，也无济于事了。这名声已臭，娶了武梦田，弊大于利呀。那便退吧。不过五国公府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索性就找一个机会。殿下，此事干系重大，还需从长计议啊！计什么？没看到秦子素跟武梦田都走得这么近了吗？秦子素分明就是想替太子招揽吴国公府，难怪秦子素总是跟我作对。殿下，太子一心向往红尘，这就算秦子素再为其奔波，如果太子无心的话，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威胁吧。防患于未然，本皇子就不信了，找不到机会杀了武梦田和这个该死的外室。我求你了，我认输还不行吗？甜甜，是不是昨晚我表现的不好啊？就是因为你表现太好了，我真的累了。那对了，甜甜，昨晚秦世子好像提到了太子。姑娘，不好了！前线传来消息，国公爷重伤昏迷。什么事？姑娘，你怎么？嘘！传我命令，全府上下低调行事，对于边境的消息不予理会。我相信蒋家马上就坐不住，要来退亲了。是。好事，大好事！表哥，殿下，什么好事啊？是否找到了对付五国公府的办法？前线传来消息，五国公轻敌冒进，重伤昏迷。朝臣们都在议论着让父皇治罪换将，用不着我们出手，五国公府就得倒了。轻敌冒进，五国公征战沙场几十年，怎么会犯如此错误？五国公老眼昏花了也说不定。殿下说的是否另有隐情？能有什么隐情？现在五国公府的兵畏畏缩缩的跟个鹌鹑似的，他们也知道五国公府马上就要朝不保夕了。你现在就去五国公府和武梦田退亲。父皇现在对五国公府非常不满，蒋家需要立即断掉和五国公府的一切联系。殿下英明，五国公府现在就是一块人人避之不及的腐肉，谁跟他们扯上关系，谁就会倒霉。他武梦田不是狂吗？不是行事放荡吗？我看等五国公府倒了，他还怎么嚣张？殿下英明，老夫
这就去五国公府退亲，趁着五国公府还没有倒，把有用的资源全部都夺回来。舅舅，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老谋深算呀！彼此。光顾着府里的事情了。元朗，你上次是不是还有话没有跟我说完？秦世子跟你说什么啦？秦世子说太子想见你。太子？太子常年清修，不问世事，他想见我干嘛？那也说不定，太子觉得你与众不同呢。哎，怎么可能？哎，元朗，我跟你说，世人传闻太子清心寡欲，不理俗事，据说他不近女色，可能是那方面不太行，怎么可能对我感兴趣啊？不行吗？不是说你啊，我家元朗可比太子强多了。还没到晚上呢。又没人吗？我就姑娘，蒋国公和蒋世子来了，说是要退亲。终于来了。恭喜甜甜，即将得偿所愿了。田丫头，几日不见，你这气色倒是愈发的好。哎呀，这人逢喜事精神爽，还是我们家小乖乖伺候的好。田丫头，你既心有所属，那我蒋家也不好强人所难，这亲便退了吧。蒋国公，此事怕是不妥吧？结亲是结两性之好，怎能轻易退婚？吴梦田，当初要退婚的人是你，现如今不退婚的人还是你，你可是过家家呢。众人皆知，我父亲贪功冒进，轻敌重计，现在前线只有我兄长一人在支撑，我们五国公府正需要蒋国公府的帮助呢，我怎么可能同意退亲？田丫头，你倒打了一手好算盘，明明是你父兄的过失，怎么还想拉我蒋国公府下水？你想都别想，这婚你不退也得退。吴梦田，你婚前失贞不守妇道，还想踏进我们蒋家？哼，做梦！蒋世子，你给我嘴巴放干净一点，我跟元朗可是完婚了的，还有我武家还没有倒下呢，我不介意先废了你一只手，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哼！蒋国公，我们五国公府得圣宠的时候你们不退亲，现在我们五国公有难，我还指望你在朝堂上打点一二，这婚可退不得啊！哎呀，若是现在退亲，那你们蒋家就是背信弃义。这丫头突然转变态度，不愿意退亲，看来知道五国公府覆灭只在朝夕之间。如此，我蒋家绝不能留这个烫手的山芋。我蒋家乃是书香世家，不可能让你一个婚前失贞的女子进门的。更何况，因为你，我们已经屡次遭到皇上的责罚，又怎么可能替你武家在朝堂上运作？这亲还是退了吧。你既然执意要退亲，那我们就来谈谈赔偿的事情吧。你蒋国公这条命值多少钱呢？吴梦田，你能要点脸吗？我们是在谈退亲，不是在做生意。对，
你大婚之日带着外室进门，你就要脸了。你睡了人家孙妹妹，不给名分，你就要脸了。你假借他们母子三人威胁我，你就要脸了。论不要脸，我怎么跟你讲柿子扁？20多年前，我爹救了你一条命。要是没有这层关系，你蒋家怎么能跟我们武家结亲？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到底要说什么？我爹现在政事不利，昏迷不醒，不知道哪天就会被降罪。蒋国公不应该报恩或者给点赔偿吗？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武家有难，你蒋国公府不思涌泉相报，执意要退亲，已是不义之举。如今我只是要你这么一点点赔偿，你蒋家家大业大，不会没有吧？又要退亲，又不给赔偿，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便宜都让你占尽了？你武家已经朝不保夕了，要赔偿又要干什么？这么简单的道理，蒋国公都不懂。小乖乖，你来跟蒋国公说说。既然蒋国公府不愿对武国公府伸出援手，甜甜只能自救。朝廷打点需要银两吧，前线支援需要银两吧，蒋国公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吧？贺叔，你一会儿扬言出去，就说蒋家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落井下石。是，我这就去安排。我们武家不好过，他们蒋家也别想好过。站住！好，不就是要钱吗？你说个数，我给就是。我也不为难你们，一口价50万两，当场结亲，概不拖欠。你这是狮子大开口！蒋家可以选择不给，反正我们武家已经成了众矢之的，我就不退亲，大不了我拉着你们一起下地狱。你疯子，女疯子，确实是个目光短浅的女疯子。你父兄战事失势，现在满朝文武都是你父兄的敌人，怎么现在还敢得罪我蒋国公府？何来得罪？我不退亲，到时候连着你们蒋国公府一起倒霉。我要是拿不到赔偿，我就拉着你们做垫背，何乐而不为？好，赔偿我给就是了。只是50万两，着实有些多啊！不多，一点都不多。你蒋国公的这条命难道不值50万吗？你多活了这么多年，利息都不值50多万，我只要50万两，已经很便宜了。莫非你们蒋家没有那么多现银？无妨，铺子、田地、别院等等都可以折现。贺叔，拿纸笔立字据。是，是。蒋国公，字据一立，立马退亲，绝不耽搁。退亲，立刻。期事已退，以后我们两家再无瓜葛。求之不得。吴梦田，我等着你和武家一同覆灭。
这就不劳蒋国公费心了，我自会为我的父兄奔走。就怕你拿了这钱也找不到门路。吴梦田，我到时候让你亲眼看着这个蒙羞过我的贱人，他将如何被我处置。甜甜，放心，这个世上还没有能威胁我的人。我们走。哎呀，这场戏终于演完了。要不是我看到了我爹的来信，我差点就要给蒋家低头了。甜甜，我不知道你的演技这么高超，刚刚说不退婚的时候，吓我一大跳呢。姑娘，那个退亲虽成，但是国公爷的谋划可是还没有完成，朝堂之上还是需要有人为国公爷周旋呐。这倒是提醒了我，现在朝廷上的人都对我武家避之不及，现在又有谁能为我所用？甜甜，不妨去试试拜访太子。太子殿下倒是个很好的人选，我已经彻底得罪了三皇子，投靠太子殿下是个明智之举。可是太子殿下他向来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我该去哪里找他呢？3日之后，太子殿下邀请五姑娘龙渊寺一叙。我们武家遭遇变故，秦世子倒是一点不避嫌。本世子是欣赏五姑娘的个性，更不屑于做那等落井下石之事。更何况五国公乃国家之栋梁，系国家安危于一身。本世子呢，还没肤浅到人云亦云的地步。这也是太子殿下的意思？可是这太子殿下一向不理俗事，他为何要拉拢我五国公府呢？传言不可尽信，吴姑娘。况且太子殿下也并非不理世俗。秦世子说的在理。3日之后，五姑娘赴约便是，说不定还会有惊喜啊！好。我们刚提出退亲，太子就约见了吴梦田，他图什么？莫非其中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隐情？萧元不好好当他的和尚，念他的经，到底想干什么？殿下，若太子得了五国公府的助力，我们必须早做打算。五国公府倾覆在即，太子此时招揽，就不怕惹火上身？殿下，五国公诈败，诱敌深入，歼灭北境之敌，已截获了您通敌叛国的罪证。什么？你说什么？我们探子拼死来报，说五国公已截获了你与敌国通往的来信，当时回朝时就会向皇上告发。不可能！殿下，怎么可能？殿下，事已至此，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为强。舅舅，你的意思是？五国公嫡女谋害楚军，您派兵镇压，但太子却仍不幸死于乱兵之中，您便是皇嗣的唯一人选。五国公陷害您，通敌叛国，当诛九族。五姑娘，太子殿下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请随我来。好。那我去拜访一下申通住持。三殿下引兵前来，意欲何为啊？五国公嫡女武梦田，伙同秦国公府世子秦子肃，意图谋害太子。本皇子领兵前来平叛。荒唐！我秦国公府向来拥护太子，何来谋害一说？萧夜，我看你现在是要破罐子破摔了吧？本皇子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是担心太子的安危罢了。来人，将这群乱臣贼子拿下！那个贱男人呢？本世子要杀了他。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让你动他一根汗毛。嘴硬。秦子肃，太子何在？你们不是能耐吗？啊，有本事自己找啊！跟他们废什么话？这里已经被我围住了，不管是太子还是那个贱男人，都跑不了，全杀！萧夜，这就是你说的评判？你真以为你能瞒天过海吗？事已至此，本皇子又有什么可顾忌的？杀了太子，本皇子就是唯一的主君人选。而你们，不过是意图谋害储君的乱臣贼子罢了。秦世子，你们把太子的位置告诉我，我和府兵护着太子，且战且退。你速速回去搬救兵。不必。太子殿下，鱼上钩了！是你？是你？原来你就是吴梦田那个外室。难怪，自从你进了武家以后，秦子肃便屡次针对蒋家，皇上也屡次包庇吴梦田。三弟，你若现在收手，姑可以留你一条命。收手？萧元，我看你是念经念傻了吧？如今我大军在手，杀你不过片刻之间。殿下，储君之位唾手可得，杀吧，杀吧，杀！上啊！哈哈哈哈哈！哎，刀子，你打我噻！啊！你们当真以为就这点伎俩，还想骗得过太子殿下啊？殿下早就从武国公那儿得知了你们通敌叛国的消息，也早就料到了今日你们会鱼死网破，所以刚好今日就教你们一网打尽。阿夏，萧元，甜甜。堂堂太子殿下，居然会委身做我的外室，真是委屈太子殿下了。甜甜，我是怕你知道我的身份就……那个五姑娘，你别怪太子殿下，殿下自从知道你和蒋云有了婚约之后，便萌生出了出家之念，后来为了能让你安心出家，更是瞒着所有人亲赴边境助你父兄征战。还有那个大婚当日，殿下本来想着去抢亲的啊，后来实在不忍破坏你的人生大事，不曾想蒋云他是个王八蛋，他有眼无珠。刚好这时候你又来到了龙岩寺，二话不说就把殿下给绑走了，你说巧不巧？
众将，把他们都打入天牢！本皇子不会放过你的！放开我！放开我！为我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天天，你不怪我了。承蒙太子的喜爱，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天天，那你肯愿做我的太子妃，唯一的太子妃？不愿意。为什么？做你的太子妃，就要一辈子困在皇宫当中，那我还怎么去看我的大好河山？那我就继续当你的外室，陪你去看大好河山，好不好？一言为定。走了。听你的话，有你不怕。如今天下太平，又有太子主持大局，咱们呀也能好好歇一歇了。是啊，等太子继位，咱们就微服私访，去看看这大好河山。太子妃人呢？皇后娘娘，皇上，太子殿下和五姑娘他们提前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了。什么？逆子，快给朕回来继承大统！太子，铁丫头，慢点。